兄弟们啊，又过来捡漏了。这2台飞机是2个不同的客户，都要求我把维修过程拍成视频。其中这一台啊，是号称捡漏界的一哥捡漏回来的飞机。这一台呢，是一位粉丝朋友啊寄来的一台穿越机啊，Avatar 2，希望我拍成视频，因为他说这个飞机从来没有看到过别人修过，所以的话想让我拍一期。拿在我手上的这一台是玉山 C。玉山青春版啊，也就是玉山当中配置最低的这一款，人送外号捡漏界的一哥送过来的，他也是一位同行。如果要说捡漏啊，我愿称他为最强啊，可以说是捡漏界的泥石流啊。这台飞机他拿到手啊，大家猜一下什么价？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现在的问题呢，就是除了核心板有问题，其他地方都是好的。你看看这个成色非常好，这个数啊，500。说实话，我都想跟他去混了。情况是这样子的，它就是这台机呢有泡水，但是不过泡水并不严重，就核心板坏了。核心板坏了之后，他拿另外一块核心板来测试了一下，它其他的配件都是没问题的，所以他想让我帮他修一下这块板。这个板他送来我这边修之前呢，他已经给另外一位同行修过了，修过不行，再拿到我这边来的。说实话啊，这台机就算核心板修不好，那也是稳赚的啊。他想让我修好之后呢，可以锦上添花，去到他该去的地方啊，大家懂的。现在直接拆开啊。它上壳的螺丝是直接是没有装的啊，它是为了方便我检修，所以的话没有装，所以我现在就直接拆开啊。看得出来啊，这个防水标有变红，说明应该是进过水的。好，注意这边有指南针啊，拆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好，核心板拆下了，整个板体的话没有变形啊，没有变形。进水的痕迹有一些，但是并不明显，应该是已经被上家处理过了啊。接着把所有的屏蔽罩子先打开看一下。什么情况 ？A few minutes later， 这里少了一个芯片呢，这个芯片被拆走了。这是一个什么芯片？相机字库啊，这个芯片没了。这边生锈啊，明显的这个位置生锈，这里发白发霉了啊。再看一下反面，反面也奇怪啊，这边的屏蔽罩子，这个屏蔽这个盖子这个下方被剪掉了一截，你看这里少了一截，这里怎么被这个地方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啊？这里被挖了一个洞，而且这里有个电源芯片也没了，这个一整块都被拆掉了哇！这个是啥？这个是给这个相机供电的，字库也没了，然后电源芯片也被拆了，然后这边还挖了一个洞，这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啊！上家修完不应该给它还原的吗？还是说拆开之后发现问题太大就懒得装回去了。说实话，它拆的这个字库芯片跟这个电源芯片走也没什么作用啊。如果要拆的话，肯定是拆那个 CPU 跟 CPU 的字库才有用啊，才可以搬板嘛。看一下 CPU 这边，看有没有被动过啊。不用看 CPU 的表面啊，直接就看这个 CPU 四周的封胶就行了啊。CPU 的原厂封胶都还在啊，那 CPU 没动过。那应该是上家修到一半发现问题太严重了，所以直接连装都懒得装回去，所以就直接这样退回来了。打个电话跟这个同行兄弟先沟通一下啊，看一下他怎么个说法。A few minutes later， 跟这个同行兄弟打电话沟通过了，这个情况就是他给上家去修了，上家呢也是国内修无人机比较厉害的一个高手啊，并且我也认识的。然后他表示这块板呢没有往下修的价值了，只能尝试做搬板处理啊。搬板的话也就是搬这块板的 CPU 跟 CPU 的字库去搬板。既然上一家都已经得出这个结果啊，并且
智库已经拆掉了，我觉得我就没必要再往下修了啊，浪费时间。然后呢，我手上呢恰好啊，这个玉山系列大家都懂的，玉山系列所有的配件，尤其是这种核心板呢，非常的紧缺，连一块好底板都没有货，所以的话，现在只能先装回去啊，等到有好的底板之后，再给它进行搬板处理。那这一台的话就暂时退机保平安了，没必要再往下修了啊，抬下去。有请下一位患者，是一台 Avatar 2的穿越机。这个客户是一位粉丝朋友啊。Avatar 2问题，右后电机炸机后自行更换电机啊，报电条故障，剪断线更换的。焊接线，另外炸机后后桨轻微扫保护圈，那就是这个方向咯。关注公众号已有一段时间，未发现有 Avatar 2维修视频，方便的话可否拍这台飞机的维修视频再发公众号？当然可以啊，没问题啊，粉丝朋友必须满足他的要求，开干。他说这个右后桨叶会扫到这个保护圈，但是现在我拿到手呢，好像转起来挺丝滑的呀。这个桨叶的末端能够看出来轻微有一点点发白，并不是灰尘，而是这个桨叶换完之后刮到了这个保护圈，刮出来的痕迹。那看见没有？那现在它应该已经是被刮的已经缩短了一些，所以现在就不刮了。我换一个好的桨叶给大家看一下。拆一下它的桨叶，我螺丝都不用上啊，就是这样子按到上面，因为它下面有2个定位柱啊，确实有一点点扫到啊，这个位置几乎是已经贴到了这个圈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底座这里都有一点裂开了，那说明这整个右后臂这里肯定是发生了一个变形，导致了这个位置啊移动了，所以这个桨叶转动的时候就会刮到这个保护圈，这个是一个问题。在另外一个问题呢，他说的就是会报一个电条错误。那我现在开机试一下看看啊，云台能自稳啊，没有问题。它这个云台自己加了一个滤镜，但是呢有一个不对劲的地方啊，我现在先关机，我把桨叶装上给大家看一下啊，螺丝都不拧，再开一次机，大家仔细对比这3个桨叶跟这个右后桨叶在开机的时候有什么区别。那看见没有？另外3个桨叶它都有在动，唯独这个右后桨叶是没有反应的，100%啊会报一个电条错误或者是动力异常的错误。连一个飞行眼镜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飞行眼镜呢，我只能自己带着去看了，这个就没办法分享给大家看。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o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把里面的报错结果啊告诉一下大家，几个报错念给大家听一下啊。电条连接异常，无法起飞，请联系售后服务。再就是一个动力系统异常，无法起飞，请重启飞机。还有一个动力系统自检异常，请重启飞机。就是这些报错，那这些报错几乎就是跟那个右后电机没有动就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它报电条异常，并不是电条坏了，不一定的。电条异常有可能是动力电机的问题，动力电机与电条板之间的连接问题都有可能的啊。先取下电池，这个桨叶拿下来啊。这个右后机臂这个地方已经被这个粉丝朋友自行处理过了，用了热缩管。我能理解为什么下面还用了电工胶布，然后上面的盖子也没盖，估计这样子也盖不上啊。这是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干脆我拆下来看一下。我们维修的原则是什么呢？动过哪里我们就重点检测哪里，维修哪里，其他没被动过的地方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这是维修的原则。所以千万不要说因为一个电条报错而把整台机全部拆开去测一遍，没必要。除非说这台机器有泡水了，泡水腐蚀的痕迹你必须得清理嘛。如果没泡水的话就没必要。这个粉丝朋友居然一条线还连着电工胶布啊，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不全部用热缩管呢？难道是热缩管刚好用完了，所以用电工胶布？我只能这样理解了啊，只能这样理解。把这个电工胶布给它弄掉吧，打开看一下，这一边看起来焊的也没毛病啊，挺结实的。再看一下另外2条，什么情况？我直接把这个。我直接把热缩管拿掉，它线就断掉了，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有点离谱啊！再看一下这一条，
哎，一样的，直接断掉。这个我大概知道什么情况了啊。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很明显啊，它的工具不行啊。它这种线呢、它这种电机线都是2股一组，并且单根是很粗的。它如果说焊接过程当中要把它焊牢的话呢，必须是高温把上面的那个绝缘漆呀、要给它焊掉，要把它全部焊成这种带有这种银白色的才可以。你焊来焊去还是这种铜的颜色还在这里，那说明这个铜没吃到锡。那你这样焊的话，自然是焊不上去咯。这位粉丝朋友的烙铁不行了，该花钱升级你的装备了。一般像这种都是高温锡才能把这个绝缘漆给烫开的，全部焊下来吧。你要把它这个绝缘漆也一起把它吃锡，全部都吃牢的话，起码你的烙铁温度在380度以上啊，低于这个温度可能就不怎么吃锡了。我现在调的是400度，像一般我们在五金店买到的那种几10块钱一把的烙铁啊，温度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所以你焊这种线也自然是焊不好。多余的地方啊，先给它处理一下，把它所有的没吃到锡的地方给它重新上锡。这个电机我就不用测了，100%没问题的啊。全部焊成这种银白色的啊才可以啊。这边也是一样，没吃到锡的地方全部给它重新上锡。A few minutes later. 拿出我们的热缩管啊，截取合适的长度，全部套进去。先套一个吧，待会儿怕高温把其他的也缩掉了。按照颜色啊，颜色对颜色给它焊接回去就行了。焊的时候呢，一定要动作要快啊，不能慢。如果你动作一慢，温度传导下去，热缩管会先缩起来啊，你这个热缩管就白套了。如果说你一次没焊好，你赶紧把烙铁先拿开，等它冷却，接着再烙，不要说烙铁一直在这个位置。如果这样的话，你的热缩管马上就缩起来了。焊接好之后呢，一定是要用手啊拉一拉，而且是稍微大力一点，拉一拉，拽一拽，看有没有焊牢。如果说这样子都拉不断的话，说明是 OK 的。然后再把这个热缩管，你看这个热缩管就轻轻松松可以往回套的。打火机也行，热风枪也行，吹一吹啊。吹的时候温度低一点呢，100度都够了。缩回去了。紧接着第2根，动作要快啊，结实的很，套回去。第3根继续套热缩管。A few minutes later. 好，直接给它上好。上电池啊，直接看一下什么效果。大家就盯着看这个右后的这个电机就好了啊，别的不用看。看到没有？动了啊！现在就是右后的电机也跟着一起正常动了啊，说明是没问题了啊。刚开始是一动不动的，关机。报错我就不用看了，因为我有这个自信了，肯定没有报错了。它还有一个问题啊。他说的是这个桨叶会扫到这个圈，那说明这个圈的话应该是有点变形啊。像这种轻微的变形呢，是不是要整个壳都换掉啊？其实不需要。阿瓦塔穿越机的这种外壳还是做的比较结实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用热风枪啊，微微的矫正一下就 OK 了啊，问题不大的。热风枪的温度呢，就150度吧，温度不能再高了，然后风速稍微开大一点。边吹啊，边用手微微的把它调正啊，调整到一个中间位置。怎么看中间位置？就是看你这个桨叶啊，这桨叶的3边是不是都在中间啊？如果有点偏，你就给它调一下，微调就好了啊。因为这样加热你调了之后，然后再等它冷却，它就定型了。OK，应该差不多。对，都离这个圈有点距离了，不会说再扫到这个圈了。这个是我一片正常的桨叶啊。OK， 问题不大。还有一个这个小盖子要装回去，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啊，它既然是要装这个小盖子啊，我先把这个螺丝拧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其实是有一颗螺丝的。这个螺丝它是之前我不知道它是拆了还是没拆啊。如果是没拆的话，难道是把这个盖子硬拔下来的吧？应该也不像。如果是硬拔的话，应该这个盖子都变形了啊。那我知道了，那它可能是怕这个螺丝丢失，又把这个螺丝上回到这个位置，又把这个贴纸重新贴回去的，应该是这样子。啊，是的，对，没错啊，这一点他还是清楚的。要先把这个螺丝拆掉，才能拆掉这个小盖子。好，我们把这个螺丝先拿出来，把这个线呢给它放下去，放好了，然后再把这个盖子装回去。OK， 再把桨叶装回去。A few minutes later. 看一下会不会扫到这个圈啊？应该是不会了。如果还会啊，继续加热矫正就好了。这个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然后这个位置裂开的位置呢，问题不大啊，晚点啊，给它再打点胶就可以了。这里问题不大的。开机，好，尝试给它打个桨。我们把所有桨叶先拆掉。A few minutes later. 所有桨叶拆掉，再打个桨试一下。这个遥控也打开。把飞行眼镜也打开。如果这个时候它没报错的话，就肯定能打桨。如果是有报错肯定是打不了桨的。OK 啊，成功打桨啊，证明问题已经修复了。粉丝朋友，这台 Avatar 2轻松秒杀了。至于这个捡漏哥的机器嘛，虽然没秒杀但是我打算跟他去学习一下时间不多了，我要赶紧去学习做笔记去了，学习跟他如何捡漏。走了。